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程毅在浮华光影中沉静生长的细枝，片场的探照灯将深夜照得通明。程毅裹着沾满血浆的戏服蜷在角落，工作人员轻声提醒他该换替身了，他却摆摆手，继续盯着监视器里自己刚刚吐血的镜头。再来一条，抽搐的节奏不对。这是琉璃拍摄期间最寻常的夜晚，也是他10年如一日对待角色的缩影。在流量狂奔的时代，这个总爱和自己较劲的演员，用近乎苦行僧般的专注，在喧嚣中辟出一方沉静的修行的。琉璃的武术指导至今记得，程毅在威亚上连续翻转7小时后的场景，卸下护具时，他的腰腹早已被钢丝勒出紫黑色淤痕，却还追着问：丝缝坠崖时手臂下垂的角度是不是不够破碎？这份对角色极致的共情，让他把每个镜头都变成灵魂的拓印。拍摄沉香如屑水下戏份时，他在冷水里泡到嘴唇发紫，只为找到应渊帝君神格。碎裂时最真实的窒息感，莲花楼中里莲花毒发戏，他提前3天断食，让生理性的颤抖从指尖蔓延至瞳孔。有粉丝整理过他因戏受伤的纪录片，错位的关节、结痂的伤口、反复高烧的病历单，这些疼痛最终都化作荧幕上令人心颤的战栗。当观众为丝缝的破碎落泪时，他们哭泣的正是一个演员献祭给角色的赤诚。爆红后的那场全网狂欢里，程毅选择了一条最笨拙的路，关闭热搜通道，扎根横店的青石板路。当同龄艺人忙着在综艺里刷存在感时，他在南风之我艺片场与导演争论。傅云身坐轮椅3年，手指不该这么灵活。当营销号铺天盖地玩梗破碎感时，他默默为英雄志中的卢云增肌20斤，在零下10度的雪地里赤膊练枪。这份近乎固执的纯粹，让他在名利场中显得格格不入。直播时被要求表演才艺，他耿直地说：“我只会演戏。”获奖致辞不谈辛酸，致谢观众：“你们看见角色，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。”就像他总爱说的那句：“戏比天大。”在这个人设可以批量生产的年代，他硬是用肉身趟出一条回归本真的戏路。镜头外的程毅把真实写成了一首笨拙的诗。机场里被粉丝簇拥，他会突然蹲下系紧松开的鞋带。片场休息时捧着保温杯发呆，被戏称老干部，甚至会在生日直播中认真科普横店最近降温，大家要穿秋裤。这种毫无腥味的烟火气，却让粉丝在超话写下：“他让我们相信，真诚从来不需要滤镜。”某次路演，有观众哽咽着说：“丝缝让我走出抑郁症。”他沉默良久，深深鞠躬：“是丝缝在治愈我们所有人。”那一刻，人们突然读懂了他的拙，不是不懂世故，而是把所有的玲珑心都给了角色。就像他给粉丝的签名，永远工整如印刷体，每一笔都在说：“你们值得最认真的对待。”在这个推崇速成的娱乐圈，程毅的存在像一株逆时而生的翠竹。当众人惊叹他表演中摧枯拉朽的爆发力时，或许更该看见那些深埋地下的年轮。无数个在剧本上写满批注的长夜，无数次为角色掏空自己的决绝，以及那份永不妥协的戏痴魂。正如他在某次采访中说的：“演员要像水，装进什么容器就是什么形状。”而他用10年光阴证明，最干净的水，从不需要五彩斑斓的包装。当万千观众为他的角色欢笑哭泣时，那便是对纯粹最好的加冕。